最近忍痛说香港玩完的罗奇，在出任大摩亚洲区主席前，曾经是大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，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。他出名的预测很多，今天只说3个。第一个是2020年6月，疫情期间，罗奇认为美国赤字上升，储蓄下降，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会贬值35%，而且可能会在较短时间发生，不用等上10年。很显然，这个预测错了。我经常说，美元是所有脏衣服里相对干净的一件，甚至可能大于贬值，即使贬值也非常有限。我也希望罗奇对香港玩完的判断会错得和美元玩完一样。顺便说一句，有网红预测明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3，大家可别被忽悠了。第二个是在1997年东亚危机发生后，之前大摩研究对东亚经济的预判完全错误。随着东亚国家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市场一致认为要轮到中国了。罗奇为了挽救研究团队的声誉，多次访问中国，很快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众不同，不会崩溃。他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最终触底，要感谢中国经济坚韧的基本面，而且亚洲经济的领导力会从日本转到中国。这个预测完全准确，但这个结论让罗奇在日本很不受待见。事后看，这样的预测似乎很容易，但我亲身经历过中国经济1997到2001年的困境，知道做出这样与众不同的预测其实非常难。第三个就是10年前罗奇出版《失衡：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》，英文原意是失衡：中国和美国的相互依存。跟今天中美最大的矛盾相比，当时两国还是蜜月过后的适应期。美国批评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，刺激出口，造成美国贸易逆差；中国批评美国不储蓄，寅吃卯粮。罗奇发现，美国过度消费，中国过度生产，两者相互依存。通常大家会预测关系会越来越融洽。巧的是，罗奇的夫人是心理学家，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相互依存理论，越依赖对方来帮助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，就越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，也越容易把自身的问题都归咎于对方。因此，这种相互依存是不健康、不稳定，也是不可持续的，最终必然会带来矛盾和冲突，相互依存关系将走向终结。罗奇更厉害的是预判两国将互换身份，美国将增长重点从消费转向制造，而中国呢，要从制造转向消费，加大服务业发展。10年前的这个判断正在上演，而且现在美国的转型进展得更顺利。中国如果不能顺利转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深受冲击。当我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、印度、日本、德国、巴西、加拿大之和而大声欢呼，为中美 GDP 之比从78%下降到64%而愤愤不平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罗奇对宏观大趋势的判断是多么的有价值。我建议大家都读一读他的新书《意外冲突》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学习班，一起读好书。